俄军伤亡破56万，其动员士兵的奖金悄然翻倍。如今，俄乌双方处于僵持阶段，战争会以何种方式结束？诺格进驻乌克兰，建立全新中口径弹药生产厂，升级版12式反舰导弹，通过各种地面测试，日本预计将其打造成陆海空三军通用型导弹。日本和英国双方再次确认在 GCAP 上的合作，以开发下一代隐形战机。GCAP 会与 FCAS 合并吗？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哈尔科夫地区，乌军继续在赫里伯克、斯坦里西亚、沃夫昌斯克发起反击。其中，乌军第92旅目前已经突破赫里伯克外围，夺回其附近建筑物，并推进至农场池塘附近。在斯坦里西亚方向，乌军正在向这里推进，并将俄军从布赫鲁瓦特卡村进行了驱逐。在沃夫昌斯克，乌军已经成功推进至该城市的医院仅100米处，并将这里的俄军包围。目前战斗仍在继续。至于俄军增援的4个编制不全新旅，已被乌军再次击退。在托雷茨克前线，乌军已将第95空降突击旅的炮兵调到此方向作战。在他们的帮助下，俄军的攻势已被挡住了。在阿夫迪夫卡地区，俄军继续向叶夫海尼夫卡、新谢利夫卡佩尔沙推进，试图拉平战线，但进展不大。纽约村、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95旅等部队正用坦克攻击俄军步兵，俄军进攻的代价很高。至于其他如扎波罗热、赫尔松、马林卡、新海利夫卡等地区，俄乌双方互有攻防，但整体战线变化不大。值得关注的是，乌军第47旅成立 Skyver 特种营，虽然该营士兵全部是释放的囚犯，但在其训练2个月后已获得专属臂章，并参与了在阿夫迪夫卡的首次战斗。该营士兵在2辆 M2 步战车的掩护下夺取并控制阿夫迪夫卡、新谢利夫卡佩尔沙附近俄军战壕。如今的俄军策略是以人海战术，不计代价，以米为单位推进，给乌克兰人制造俄军不断前进的压迫感，配合空袭乌境内基础设施来打垮乌克兰人的信心，逼迫乌克兰投降。而乌克兰的策略则是以空间换时间，不断消耗俄军人员装备，直至耗尽对方资源，让俄罗斯看不到获胜的信心，被迫和谈撤退。总之，俄乌双方的战斗已经陷入拉锯和僵持，现在就看谁的资源多，谁更经得住耗了。据英国媒体报道称，俄军在过去60天里损失了7万多人，并且接下来几个月每天预计至少损失1000人。而据乌克兰发布的俄军伤亡数据显示，俄军伤亡人数目前已经突破56万，装备损失也在持续走高。值得注意的是，据俄国防部通报指出，2024年至今，俄军已经动员了19万人，日均动员在1000人左右。这是不是俄军每天的动员刚好补上战场的消耗？此外，有数据统计，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动员士兵奖金从2024年1月起悄然翻倍，金额从20.5万卢布增加到了40.5万卢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动员士兵的奖金也大幅提高。至于俄军为什么提高动员奖金，还不是因为俄军前线消耗太快，而人又不是无限的，只有提高奖金才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如今的俄乌双方正处于僵持阶段，结束战争的方式无非是俄罗斯主动撤退，彻底击败俄罗斯，以及俄乌以实际控制线停火3种方式。俄罗斯显然是希望以实际控制线停火，缓几年以后再战。乌克兰则坚持彻底击败俄罗斯，结果如何，霍立军会持续关注，大家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看法。乌克兰总统办公室7月12日发布消息称，美国国防工业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将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展开合作，即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一座全新的中口径弹药生产设施，以支持乌克兰军队的作战需求。
同时，诺格公司也将成为第一个公开宣布与乌克兰合作的美国国防承包商。此举不仅将提升乌克兰的弹药产能，也可能加速欧美武器技术向乌克兰的转移，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虽然此次合作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披露，但诺格公司能生产多种中口径弹药，如25乘137毫米、30乘113毫米、30乘173毫米以及35乘228毫米等多种规格。这些弹药广泛应用于各类机炮、舰载武器系统以及地面装甲车辆，绝对能满足乌克兰军队的需求。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于巴黎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上，诺格的主管巴特尔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布朗交流时，就首度透露在乌克兰生产弹药的计划。当时布朗还表示，美国计划投资2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础，并可能为美乌合作生产打开大门。而诺格公司除了在乌克兰建立新的弹药工厂外，自去年年底以来，诺格还一直在执行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合约，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火炮弹药。总之，美国最近几个月加大了与乌克兰国防部门直接合作的力度，试图协助乌克兰建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而以前美国为支持乌克兰需求而进行的合作生产工作，都是集中在东欧的北约盟国境内，如2023年洛马和雷神公司选择在波兰生产标枪导弹。据日本防卫省7月12日发布的2024年防卫白皮书显示，升级版的12式反舰导弹已经通过各种地面测试。根据日本此前制定的12式反舰导弹升级计划和发布的改良型12式反舰导弹新图片，其外形和性能与原版有极大的差异。据悉，由三菱重工开发的原版12型导弹全长约5米，弹径350毫米，弹重约700公斤，采用小涡轮喷射引擎，后附一节火箭加力推进器，飞行速度可达 0.9 马赫，弹翼为标准 X 型，最大射程200公里。但经过改良升级后，从外观上看，虽然导弹的整体形状和底部进气口位置保持一致，但是主翼改成了可收折的长弹翼和全新修改的 X 型尾翼，鼻锥也从圆盾形改成尖锐型，类似美国 AGM-158 导弹的隐身气动外形，并可能喷涂隐身涂料，从而使导弹本身具备了较好的低可探测性。加上可能换装的新一代的发动机和新燃料，其最大射程将从原版的200公里提高到了900公里，且未来还计划达到1500公里的水平。可见，日本在提高导弹自身突防能力的同时，也想获得防区外打击能力。在其他方面，升级型12式反舰导弹一样会拥有射后不管的能力，不仅能在其射程内有效打击各类水面舰艇，也能对敌方的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升级型的12式反舰导弹应该会继续沿用原版的惯性加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方式，以及卡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并继续使用半穿甲战斗部，且同样会配备能实现人载回路能力的弹载双向数据链。同时，升级型12式反舰导弹还将拥有动态目标修正功能，此功能可使升级型12式反舰导弹在飞行途中通过卫星通信系统接收关于所需打击目标的最新信息，从而提高升级型12式反舰导弹对目标的命中精度。此外，在多平台发射能力上，陆基型号无论是原版还是新款，使用的都是采用多轴高机动卡车作为底盘的轮式发射车。积极谋求的海基型号计划于2026年完成测试，搭载平台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战舰艇。空基型号目前正在测试中，未来则可能配备给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SI 战机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1 反潜巡逻机等固定翼战机上。总之，日本有意将12式反舰导弹打造成一款陆海空三军通用型导弹。
除此之外，其潜射型号的研发工作也已提上日程。从技术角度看，以12式岸舰导弹为基础，发射潜射导弹并非难事。12式岸舰导弹弹径350毫米，属于中型反舰导弹。若采用潜艇搭载，只需通过适应性改装，便可通过艇上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总之，随着未来升级型12式反舰导弹的批量装备，日本陆自、海自以及航空自卫队的远程对陆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若是配合同步购买的美制战斧导弹，其将成为日本岛屿防御的战略核心，也必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恭喜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后，并再次与其确认双方在全球空战系统计划上的合作承诺。这项计划旨在开发下一代隐形战机，从而取代现有的欧洲台风战机和30 F2战机。值得注意的是，空客总裁基奥姆·弗里在3月中旬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即让 FCAS 和 GACP 合并。他认为欧洲目前还没有准备好独自防御俄罗斯等威胁，因此在军事上欧洲应该更加独立，而 FCAS 和 GCAP 这两个具有欧洲印章且都希望设计和制造第6代战斗机的大型计划，合并起来无疑是最好选择。FCAS 是当今欧洲工业最宏大的计划，有10几家企业参与，未来20年的投资可能超过1000亿欧元。GCAP 则于2018年以英国暴风战斗机计划的名称启动，最早亮相的暴风战斗机是2018年7月范保罗航空展上的全尺寸模型，当时它是英国贝翼系统公司的一项计划。1年后，意大利和瑞典加入该计划，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目标是设计和建造第6代战斗机。然而，发生了2件重要的事：一、日本表现出参与该计划的意图；二、瑞典的兴趣逐渐减弱，直至退出。这一交接促使该计划采用了新名称 GCAP。日本的加入为其贡献了他们已经独立启动的30FX 未来战斗机概念。如今 FCAS 似乎更加结构化了，有大量资金投入并取得了一些切实进展，但它有一个源自其合作伙伴的大问题，即法国和德国之间持续存在的深刻分歧。空客与法国达索公司之间的摩擦经常引发传言，甚至有传言称德国可能退出该项目。而 GCAP 目前已经吸引了全球约9000名专业人员和1000多家供应商的参与，其中英国有600家，意大利和日本各有400家。这款新型战机预计将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先进的雷达系统和高度网络化作战能力，能执行对空、对地攻击和电子战能力，将是一款多功能的空中作战平台。若 GCAP 计划能成功，将有望为3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同时也将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如今，空客总裁为2个项目的结合打开了大门。若是 FCAS 和 GCAP 能结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平摊成本，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甚至是实现计划的加速。当然，计划合并尽管有种种潜在的好处，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毕竟，无论是 FACS 还是 GCAP， 3个国家在有效协调、技术保密、成本控制等方面达成一致就已经很困难。一下让6个乃至更多的国家达成一致，且要满足各国文化需求和优先事项，无疑是难上加难。如在需求方面，对于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来说，新飞机一定是类似的，因为它将取代目前的欧洲战斗机。类似的系统也适用于日本，因为其目标是退役 F2 和 F15，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国。法国是唯一需要在常规航母上搭载飞机的国家，也就是说需要适配弹射器和拦阻索。这为设计划定了条件， FCAS 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但 GCAP 却没有。此外，自从英国、荷兰、意大利、丹麦和挪威项目合作伙伴收到第一批欧洲订单以来，洛马的 F35已经在欧洲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预计到2030年，整个欧洲空军恐怕只剩下法国、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瑞典和匈牙利没有装备美国的 F35。因此 FCAS 和 GCAP 若想合并，实在
在是任重而道远。大家觉得两个计划有可能合并吗？据 SpaceX 消息，7月8日晚上7点30分，SpaceX 利用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部队基地发射了一枚土耳其的通信卫星。大约35分钟后，这颗卫星在地球静止转移轨道上与火箭分离，并使用机载电力推进到预定位置。随后，地面设备成功接收到了该卫星信号。据悉 ，Tuxstar 6A 配备了 Ku 波段和 X 波段转发器，将在欧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提供卫星电视和通信服务，包括 Tuxsat 6A 目前未覆盖的4个国家：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它也是土耳其第一颗完全独立自研的通信卫星，被称为土耳其独立的象征。土耳其也因此成为全球第11个有能力制造自己通信卫星的国家。根据 X 平台最新消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7月8日签订了一份价值460万美元的合同，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发动态机载人工智能。DARPA 指出，在执行某些特定的空中任务时，需要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快速连接所有领域的关键系统，从而更快做出部署。这时，以逻辑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要比人力更加有优势。DARPA 希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能够利用先进的科学机器学习技术，以及长久以来生成的大量数据，来为美国未来的人工智能防御方案奠定基础。此外 ，DARPA 还做了特别强调，开发出能够为军事人员做出关键决策的人工智能尤为关键，这可以为美国创造出巨大的战略优势。7月10日，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对外宣称将设计研发一种新型无人机 XRQ-73。据悉 ，XRQ-73 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 XPRIM 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划的重点是促使创新技术迅速成熟化，以满足紧急的作战需求。根据格鲁曼公司公布的图片和信息显示 ，XRQ-73 重567公斤，采用了隐形飞翼设计，带有锥形和夹式翼尖。机身上侧有2个进气口，进气口之间有一个整流罩，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声学和视觉探测，增强无人机系统的隐身能力。同时 ，XRQ-73 的推进系统也获得了巨大提升。格鲁曼公司开创性使用了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基于 XRQ-72 的串联混合动力电气架构，将油箱、燃气轮机、发电机和电池串联起来，共同为电动机提供动力。这种架构具有多种优势，包括运行更安静、节省燃料和减少排放。这些特点使 XRQ-73 特别适合 ISR 任务，其中隐身性和耐久性至关重要。DARPA 曾给予其高度评价，认为它有可能彻底改变无人机在军事和民事应用中的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日本提升主动攻击能力以及 FCAS 和 GCAP 的合并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